郭雨新新剧《陈桥未晚》爆红，短剧预约量破170万，靠的是什么？短剧圈最近被一个数字反复提起，170万。这不是播放量，也不是点赞数，而是一部刚刚杀青、尚未定档的都市情感短剧《陈桥未晚》的预约人数。在信息极度密集、内容不断更新的环境中，这样的数字显得格外突出，也自然引发了一个问题：一部还未上线的短剧，为什么能提前锁住如此规模的观众期待？从直观感受来看，这不仅是流量的积累，更像是一种情绪的集中体现。观众似乎在这部剧中找到了某种能够共鸣的情感入口。陈桥未晚的故事起点并不新鲜，它依然围绕先婚后爱展开。媒体人沈一桥与企业家周晨因现实原因步入婚姻，从最初的契约关系逐渐发展出真实情感。这样的设定在过往作品中并不少见，但这部剧并没有选择走夸张或戏剧化的路线，而是把重点放在情感的细节呈现上。从个人观察来看，它更像是在尝试用一种偏现实的方式去讲述爱情，而不是单纯制造甜度。这种处理方式在短剧领域其实并不常见。真正让观众产生兴趣的是角色关系中的慢变量。周晨对沈一桥的感情并不是通过直接表达完成的，而是通过长期积累的细节一点点显现出来。记住他的习惯，在关键时刻出现，在看似不起眼的地方给予支持，这些都构成了一种更贴近现实的情感表达。我认为，这种细节型爱情恰好回应了当下观众对安全感的需求。相比于强烈但短暂的情绪，它更容易让人产生信任。与此同时，暗恋这一设定为故事增加了情绪层次。长期压抑的情感在婚姻关系中逐渐释放，这种转变本身就带有张力。观众在观看时很容易带入角色的心理变化，从无感到动摇，再到逐渐接受。这种过程比直接的情感爆发更有说服力。以我的理解，这也是这部剧能够在众多同类题材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。它选择了一条更慢但更真实的路径。如果故事仅停留在婚后的情感变化，或许还不足以引发如此高的关注度。关键转折来自前任的回归，像之男的出现，将原本稳定的关系打破，形成了一个典型却依然有效的三角结构。一边是持续付出的现任丈夫，另一边是承载青春记忆的前任，这种对立本身就具备极强的讨论空间。从观众角度来看，这不仅是剧情冲突，更是一种价值选择。这种拉扯感之所以有效，是因为它触及了现实中的情感困境。稳定与激情，现实与回忆，这些对立并没有绝对的答案。有人会倾向于选择踏实的陪伴，也有人更容易被过去的情感吸引。我个人觉得，这种开放性的冲突让观众不再只是旁观者，而是主动参与其中，去思考自己的选择，这也是它能够持续引发讨论的重要原因。在演员层面，郭雨新的表现成为整部剧的重要支点。他所饰演的沈一桥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动角色，而是一个需要在理性与情感之间不断权衡的成年人。这种角色需要更细腻的情绪处理，而不是外放的表演。从目前的信息来看，他在情绪表达上的克制，让角色显得更加真实，也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。我认为，这种表演方式在短剧中是加分项，因为它更贴近生活。王道铁所塑造的周晨，则更多依赖收的表达。他的情感不通过语言强化，而是通过行动与细节逐渐呈现。这种克制反而让角色更有厚度，也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产生更多解读空间。从两人的互动来看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通过强烈冲突建立的，而是通过细微变化慢慢累积。这种节奏虽然不激烈，但更稳定，也更容易留下印象。从更大的视角来看，陈桥未晚的预约热度并不是孤立现象。近年来，短剧市场正在发生明显变化，观众对内容的期待逐渐从快节奏爽感转向情感真实感。简单的情节反转已经不再足够，观众开始关注人物是否真实，情感是否可信。
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创作者去调整表达方式。在我看来，这种趋势意味着短剧正在逐渐摆脱单一的娱乐属性，向更具情感深度的方向发展。像陈乔未晚这样强调细节与情绪层次的作品，或许正好踩在了这个变化节点上。他并没有完全放弃戏剧性，但在情感表达上更加克制，这种平衡本身就值得关注。当一部作品在播出前就已经积累了大量期待，它所承载的不只是对剧情的好奇，还有观众对情感表达方式的期待。而当深情守护的现任与充满回忆的前任同时出现，这种选择也不再只是剧情中的设定，而更像是对现实情感的一种映射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更倾向于哪一种关系？是细水长流的陪伴，还是曾经热烈的心动？或许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，但正是这种没有标准解的选择，让这类故事始终具有吸引力。